菲律宾在派出军舰试图挑衅我国失败之后，印度在这个时候给菲律宾送上了一份大礼，加快自己提供给菲律宾反舰导弹的进度。来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前段时间菲律宾出动舰船前往仁爱礁运送补给，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不但运送了补给和轮换人员，还带来了一些加固军事基地的钢筋水泥。中国海警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马进行了制止。菲律宾舰船几次想要强行闯过都未成功，最终不得不打消前往仁爱礁运送补给的想法，转而登陆到另一座岛屿上。在自家船只试图闯入我国岛屿，遭到海警驱逐失败之后，菲律宾恼羞成怒，反而倒打一耙，声称中国使用激光武器对菲律宾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向我国发起了抗议。美国在这时候也站了出来，说会和菲律宾站在一起，而印度在这个时候也参与了进来，趁机拱火送来了自己的布拉莫斯导弹。在关于菲律宾购买布拉莫斯导弹一事上，其实在去年就发生了，但是当时的菲律宾总体情况是亲中，因此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当菲律宾总统换届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新上任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虽然对我国释放出了友好的态度，但对美国也同样释放了善意，让美国能够在菲律宾国内建立9大基地，让中菲关系产生了一些变化。此时又因为菲律宾军舰遭到我国海警驱逐这事，再加上印度加速给菲律宾提供导弹，这让中菲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按照印度方面的说法，菲律宾在今年将获得一批印度提供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也就意味着这批导弹到货后，菲律宾将具备对中国舰艇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为了能够操控使用这批导弹，菲律宾还专门派出了一批学员进行这款导弹的操作维护以及实战训练。现在这一批21名学员的培训已经完成，印度海军参谋长库马尔上将亲自为这批人颁发了导弹勋章。虽说印度军工制造出来的产品一向就以不靠谱出名，但布拉莫斯这款导弹还是有着一定的可靠度的。毕竟这是一款俄罗斯和印度合作研发的导弹，而俄罗斯的导弹技术确实是一流的，不然印度也就不会对这款导弹进行大量列装。现在海陆空版本的布拉莫斯都有了，印度出口给菲律宾的是常规版的布拉莫斯岸基反舰导弹，可以通过机动车搭载发射系统。一般情况下，一套布拉莫斯系统由3辆发射车、1辆雷达车组成。1辆发射车搭载3个导弹发射筒，导弹本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的弹头，最大速度能够达到 2.8 马赫，射程可达到280公里。从纸面数据上来看，这款导弹性能确实是不错，因此印度人也将其称为印度版的航母杀手，宣称这款导弹使得印度海军具备了击沉航母的能力。就拿菲律宾一直想要侵占的仁爱礁来看，此处岛礁距离菲律宾巴拉望省不到200公里，这意味着菲律宾将布拉莫斯部署到此地，可以将仁爱岛礁纳入到自己的打击范围内。只要接下来继续派遣军舰前往仁爱礁运送武器，遭到解放军阻拦的话，完全可以动用这款导弹对解放军发起打击。不过对菲律宾来说，现在他们欠缺的应该是雷达系统才对。反舰导弹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发现、追踪，然后才摧毁。而菲律宾现在并没有能够远距离发现目标的情报感知能力，那这样的话，这款导弹连发现目标都做不到，更无谈摧毁。如果说菲律宾打算通过自家的巡逻机去发现对方的话，更加困难。菲律宾现有的巡逻机都是老式巡逻机，即便是能够搭载现代化的监视设备，那么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解放军军舰上的现代化雷达发现，从而在第一时间击落。
更别提解放军航母编队上还有着海红旗系列的远中近程防空导弹，可以实现密不透风的防御。因此对于菲律宾来说，布拉莫斯这款导弹是有点性能，但对于我军来说，这款导弹只能算是中规中矩。我军不但有着多种对付这款导弹的办法，还有多种能够在这款导弹射程之外发起先手打击，防患于未然的手段。所以菲律宾最好还是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不要被其他国家一拱火就上头。